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之前的影片中就跟大家讲过了未来骑兵的走势，还有目前骑兵的窘境。那今天就专门讲步兵现在的情况，还有未来的发展。那虽然你们看到我画面上，哇，我没有一个步兵统帅是觉醒的，但实际上我还是有使用步兵去野战啦，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步兵的情况呢，其实算是比较稳定一点，暂时而已啦，之后会不会受到一些新的统帅影响，这个就不确定。但是考虑说之后出年度统帅的话，大概率是工兵嘛，然后再加上之后推出新的迭代统帅呢，也是骑兵，所以目前暂时步兵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啦，所以这个影片呢，应该可以用蛮长一段时间。如果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变化的话，可能我再做另外一个影片跟大家说明。先说一下目前的搭配，现在搭配的主要核心呢，其实是在孙武上面，就是讲你不管什么其他的重机伤害统帅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搭配孙武的，就比方说孙武白起、孙武刘彻、孙武伊瓦尔、孙武华莱士等等，这些搭配都是可以的。像你如果只是使用一个步兵的部队的话，孙武白起是最佳的选择，他们的报告都是排行最顶的，除非你有秦始皇啦，如果秦始皇在的话，可能是排第2左右，然后秦始皇排第1。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时候孙武白起的报告会比秦始皇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比较少啦。那如果你是想要使用两队的情况下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就是用孙武搭配刘彻，然后用白起搭配华莱士。虽然有不少的玩家比较推荐就是用孙武搭配华莱士，然后用刘彻搭配白起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孙武搭配刘彻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华莱士主要的问题就是华莱士真的很垃圾，然后刘彻呢就比较算早期一点的重击伤害统帅，所以他有一点带不动华莱士。当然如果你没有华莱士，然后你白起可以搭配刘彻，然后用孙武搭配伊瓦尔，但是伊瓦尔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必须要把他给觉醒之后，他的那个能力才会比起华莱士稍微高一点点，比较强一点。所以这里就看你们的情况，如果刚好你是集结的玩家，然后你的伊瓦尔是已经觉醒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特意去觉醒华莱士，你可以直接用孙武搭配伊瓦尔，然后用白起搭配刘彻，这样子就行了。再说了刚刚的搭配，你们应该也发现到有哪一些步兵统帅是必须要去培养的，孙武是肯定必须要去培养的，之后还有包括白起。虽然有一些玩家说白起可以不需要去觉醒啊，你把他的技能放到5515就可以了，因为他第3技能还有他的觉醒技能，其实在实战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尤其是他的觉醒技能要造成4万重伤单位之后才会有这个效果，在实际战场上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时间跑去弄这个4万的重伤，而且你在拉扯的过程中呢，可能比较难会弄到4万了，可能在4万之前你的部队就已经死掉，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啦。但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你的战斗方式是比较少拉扯，而且你时常会打到这个数值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把它给觉醒的。但如果你的金头非常不充足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先卡技能使用啦，5515。至于刘彻的话是必须要觉醒的，其实刘彻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觉醒技能造成1次连击伤害，可以让他的技能释放速度会更加快一点。他的觉醒技能也算是刘彻为什么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倒下的原因之一。所以不推荐去觉醒去培养的步兵统帅呢，其实就有包括华莱士。那有一些玩家他们至今为止还在使用华莱士，觉得华莱士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讲真的，我自己实际用下来，我用孙武去搭配华莱士出来的报告也就一般般而已，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差一点，大概多数情况都是1:1的报告吧。但是我拿了孙武搭配刘彻跟白起的时候，很少会出现1:1的报告的，就连新的统帅都没有办法带得动华莱士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统帅可以带得动华莱士。我们每一次给华莱士希望，但是每一次都给我们失望。至于伊瓦尔也不能说是不值得去培养啊，我觉得是要看你们实际的情况。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其他步兵统帅可以搭配的时候，你才选择去搭配伊瓦尔，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必要。像有一些玩家他们其实还是会去拿赫克托尔来搭配白起或者是刘彻，甚至拿来搭配孙武，就是不一定会拿来搭配伊瓦尔，而且赫克托尔会比较通用一点啊，它的实际价值会比较高，可以拿来搭配骑兵、步兵、工兵，不
都一定是步兵，所以这个伊瓦尔就要看你们实际情况。我不觉得说他不是很值得培养啦，是看你们有没有需要用到而已。至于狼呢，我还是看到有不少玩家去使用的，还有包括大 CP 其实也是一样。但是这两个统帅我很早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在每一次的影片只要有提到这两个统帅，我都是说不值得，这两个队伍已经是很垃圾了，这两个统帅不需要去培养。重击伤害体系的统帅已经很完整了，你没有必要再去搞一个技能伤害的步兵统帅。这个队伍的搭配呢，在我的所有7队队伍的搭配里面是最垃圾，是垫底的。但是如果你们坚持要用的话，那就继续使用吧，反正我个人是已经给他们最烂的评价了。至于其他的步兵统帅呢，就比方说哥哥，就要看你们的情况，如果你有驻防啊，或者是要驻防自己的城市之类的，或许还可以用啦。还有包括德川家康，就是他针对野战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你是针对驻防的话，你还是需要用到这两个的。剩下的步兵统帅就看你们自由发挥，像有一些玩家他们依旧还是会用亚历山大来搭配目前的步兵啊，像是刘彻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是会用查理马特来驻防之类的，这个就看你们情况了，是可以用的，反正他早期都已经觉醒了嘛。但是如果你是说最强的队伍搭配里面呢，这两个其实已经是排除在外了。那目前步兵的表现呢，其实我是觉得说在所有的兵种里面是表现到最好的，比工兵还要更好。工兵它好是因为它有秦始皇而已，如果没有秦始皇的话，工兵也是垃圾耶，讲真的。然后步兵的话它就比较特别，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啦，像孙武、刘彻、白起其实都表现得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步兵在所有的体系里面是表现得最好的。但是想到之后可能工兵在年度统帅的时候会设计到一个比较强的统帅出来，有可能会压制着步兵，所以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啦。但是以目前来讲，步兵是可以放心去培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基本上步兵的报告呢，都是会在比较顶端啊，可能是排行第2到第3左右啦。可能白起的报告就是跟孙武分开的情况下，可以拿到第3、第4左右，不会垫底。所以目前算是步兵玩家的时态啊。如果你是刚好全部都是使用步兵的话，你会感受到比起其他兵种还要来得更好一些。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说步兵是比较通用一点啊，驻防、集结、野战都可以用，而且它的速度虽然是比骑兵慢一点点，但是也是卡在中间的位置，不会比工兵慢，不会比骑兵更快，比较适中的范围。操控上面也不会像骑兵这样子突然爆冲进去，然后你的部队全部死掉，就是你会比较容易控制到步兵。然后工兵有时候太慢的时候，在你逃跑，他可能又会被敌人给追杀。所以以目前的战场表现、操控还有统帅的设计来讲呢，目前步兵还是最舒服的状态。所以未来步兵的发展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之后工兵的影响怎么样吧，还有就是看官方会不会突然之间又把某一个兵种给削弱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到呢，一开始你用这个兵种可能很强，这个统帅可能很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它会慢慢变弱，所以我是不知道啦，可能官方它会暗自削弱还是怎样啦，但是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也有可能是新的统帅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把这些比较旧的或者是慢慢已经变旧的统帅把它变得比较弱一点了。但如果是说之后步兵要设计来完整整个步兵的搭配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要出多一个搭配给刘彻了，或者是把刘彻作为副将，因为刘彻他的天赋依旧还是保留着进攻的天赋嘛，那现在进攻的天赋其实有被削弱了，像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大攻不巧的天赋在之前就被改动了，有很多玩家都已经没有再点选这个天赋，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就是之后会推出一个重击伤害的步兵统帅作为刘彻的主将。那目前孙武跟白起的地位是比较难撼动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之后就会推出一个全新的步兵驻防统帅，有可能可以拿来搭配德川家康或者是哥哥来使用。只是我感觉到现在目前步兵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啊，尤其是在野战那边，所以我个人也是想不出之后官方会有什么变动之类的。但是步兵的驻防体系确实要加强一点了，因为现在步兵的驻防呢真的是要被打爆了像哥哥跟德川家康这个驻防呢，目前是已经抵挡不住工兵的集结，沙普尔一世是直接把他们给打
穿了，而且报告是非常亏的。而且就算不被工兵打爆啊，他们还会被自己的步兵给打爆。我是觉得说之后的步兵驻防统帅呢，应该不能再设计有护盾类的吧，因为现在那个工兵集结统帅沙普尔一世，他就是专门针对护盾，护盾无法生效，所以之后步兵可能他的那个重击伤害可能会提升的比较高一点，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回血的机制之类的，或者他们可以设计一些比较抗围殴的特质出来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只能大概猜测而已。那么最后再做一个总结了，整体来讲呢，步兵的野战暂时是没有什么情况的，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统帅来跟他一起搭配，搭配出来的效果呢也不会说太差。但是驻防方面呢，确实是要再提升一点了。目前步兵集结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是驻防偏弱一点之后，他们可能会针对驻防去加强。野战方面的话呢，就需要多一个主将，或者是拿来搭配流车使用的一位统帅。除此之外，现在目前步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培养。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